在京都这座日本最装逼的城市里，排名第1的和牛烤肉是怎么装逼的？一起来看看吧。又到了吃烤肉的日子，好有创意的开场白啊！好了，吃饭喽。包间非常的大，点的是最贵的套餐，还单点了一些肉。哎，真的猪逼！第一个菜不出意外就是生牛肉，一般对自家肉很有信心的店，前菜都会让你吃生肉，旁边是芝士碎和青椒，它甚至还是厚切，那个肉粘满芝士碎送进嘴里，在嘴里嚼着特别像黄鳝，脂肪的部分又像是黄油在口腔里融化一样，可以蘸一丁点带着酒味的酱油。京都酱油真的鲜，一整盘生肉下肚。第二盘菜想不到吧，还是生肉。上面那个是黑松露沫，吃起来就很像汽油建过味的牛肉饺子馅儿，但是嚼起来会很有空气感，像是平时吃的那种带气孔的慕斯的感觉。因为它把肉切得非常的薄，所以你如果一口吃的话，得像吃了一口牛肉味道的肉末。第三个菜也是小前菜，血子和胃带，它这个吃起来很像鱼卵，但是那个绵密的脂肪也会让你觉得越嚼越香。这嚼起来真的很像肥肠。上主食之前来一口味觉修正小泡菜。今天的第一个烤肉是这个非常夸张的牛舌尖肉，它只是舌尖的部分，但可以切这么长。这头牛得有多大？像卷毛巾一样，夹起来的时候还在淌汁儿。这个就像是九转牛舌，上面点缀的那个酱油葱，特别的提味，就是牛舌配葱，胆固醇的味道一下就上来了。我现在觉得长长的薄切其实比厚切更来的实在。哇，又到了大家最喜欢的生菜环节，你们吃吧。然后现在烤的这一坨是牛的外腿肉，外腿肉比内腿肉的脂肪更少，它吃起来更有嚼劲，纤维也更粗。我们趁它毫无防备的时候，一口咬了下去，虽然它肉感十足，但怎么吃起来很像千层肚，在嘴巴里疯狂逃窜，四舍五入又吃了一块生肉。基本上是9分生1成熟。接着是最香的横膈膜肉，它也是最肥的，明明都是牛身上的肉，怎么脂肪能差那么多？每一次吃它，我都觉得人生值得。脂肪包裹着葱香，每一次牙齿的挤压都能挤出很多丰腴的汁水，顺着你的舌尖汇入深喉，所以我每次都想把它嚼干了再吞。它就算不蘸那个汤汁，它也有很多水。然后接下来是厚切牛舌，这一块牛舌你会觉得它里面生软的那个部分的占比很大，挤一点小柠檬会有一种很温柔的内脏香。然后这是今天最贵的一块肉，它不是里脊但很接近，它是牛背肉，口感非常的绵密，你能够吃到很细腻的纤维感，但是又能感受到每根纤维中间分布均匀的脂肪，就像是有很多小格子，然后你一口全咬破。肉的纤维特别的密，但是完全不会柴，也就只有和牛能做到这样的感觉。下一个菜是重量级的手卷，大家会亲自到包间来，有一点尴尬，有一点可爱啊。它手卷里面一半是生肉，一半是很厚的海胆，会在嘴巴里自动形成一坨海胆和牛拌饭。它那个海胆巨厚一块，鲜甜的海胆和奶香的和牛，它就像莫文蔚的盛夏果实。米饭完全是衬托海胆的味道。然后就是最后的主食，一个是牛脸肉炖的咖喱饭，一碗是韩式冷面，就是想让你撑到站不起来。最后的甜品是一个羊奶布丁，吃下来他们家的肉质是真的很顶，用餐体验很好，但就是很贵。阿杰推荐指数9.5分，卡样。就我们在日本吃过的那些有的没的，还很危险。这次回成都，我们又找了一个好吃的，又到了胀饭的日子啊！这家店的后厨还在米其林餐厅干过，这种新中式的菜真的很得劲儿。回成都最开心的就可以随便喝饮料，霸王茶鸡，回国真的很幸福。到了，先说没有接这个餐厅的推广啊，上一次来吃了之后真的觉得很好吃，所以我们才又来了。点的第一个小前菜是亲嘴豆腐，清理的清，这个豆腐的密度特别的高，咬下去的齿感特别扎实，配着旁边的豆瓣酱，现在就很下饭，甚至这个有点像在嚼鸡蛋布丁的感觉。下个菜是热拌鲈鱼，不是鱼露，是鲈鱼哦啊。装什么？刺儿是真的多，但它这个口感确实在鱼肉里面算很细腻的，特别是肚子上这种一大块，加一点香菜跟剁椒，酸辣开胃的同时又很上头，就像你在半夜嗦那个酸辣凤爪，又是一个下饭菜。他们家的柠檬加的真的很多，然后是茶碗蒸蛋，感觉每个川菜馆都会有，他家蒸的这个感觉比较像慕斯蛋糕，特别老成都的味道，而且它蛋里面还是调过味的，就是有一点点又咸又甜的感觉。上面的肉少加的是那种成都老酱油，酱香特别浓。到底是谁在说只有江浙沪才会用蒸蛋拌饭？我超级喜欢。这个蒸蛋你们一定要单点一个。然后这个才是我今天的最佳，掀开盖子的时候已经在咽口水了，它接触你舌头的那一瞬间，你会感觉像是酸汤鱼的汤，但是你马上又可以尝到牛肉跟芹菜泡在汤里的米饭，米粒会很饱满，所以一口下去口感真的很丰富，特别是你把饭跟芹菜一起嚼，里面的酸菜跟芹菜真的很好吃。然后接下来是泡椒鸡，它这个真的很辣，它里面泡椒和紫姜的味道特别浓，还加了很多小米辣，有点自贡菜那个感觉了。泡椒的真的很辣。那鸡汤娃娃菜，鸡汤不是很浓，但这种脆甜的口感真的很修正，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吃甜品吧。它还是一个糖油果子加冰淇淋的组合，好怪啊！糖油果子还是得吃街边老店那种，很好吃其实啊。然后是土豆炖排骨，这个很像我爸在家烧的那个味道，而且用的都是比较好的小排，一咬就脱骨的那种。那个土豆炖的也很入味，就连里面的心都能吃到红油的味道，而且还沙沙的，有排骨越嗦越上头。然后最后我们点了一个我最期待的菜，就川式腊肉拌饭，端上来那个滋啦滋啦的声音就很诱人，腊肉的香气真的很明显，就很像你掰开竹筒饭扑鼻而来的那个味道。里面除了青菜末还有4季豆、5季豆、6季豆啊。为了配这个饭，点了一份干腰
和炒，所以我发现他家的饭比他家的菜还要用心。就是总的来说，他家是那种分量不是很多，但是一次可以吃很多菜的饭店。感觉又说了一句废话。而且推荐指数8分，是真服了。关西最高评分的烤肉店在京都啊，尊都假都。在和大家打了5次电话之后，总算给到了我一个位置。筹备京都之旅的时候就发现，爱彼迎在这里真的有很多漂亮的民宿，所以我们立马找了个金听家。金听家说白了就是以前京都的有钱人住的别墅，于是立马和朋友坐新干线飙了过去。我一直觉得京都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城市，它没有东京的那种富丽繁华，但是很多世界级的米其林都会选在京都开店，还有很多远离城市像动画里的民宿，我也不知道为啥。这个就是我们这次订的民宿，它从外面看就非常的京都，里面有3间卧室可以住6个人，这个浴室不要太大，还有2个厕所，一个单独的洗衣间。没想到这么实惠的价格可以订到这么宽敞的房子，我觉得它实景比官网的图片还要好看，画进来的那一刻还有一点宫崎骏的感觉，让人很舒服的卡其色。你在我那个庭院面前一坐，感觉自己在演动画。烤肉在谷歌地图上现在已经4.4分，从民宿过去坐车只要8分钟。他家用的和牛是新培育出来的基因，日本还专门立法保护这种牛，所以它也能算得上是现在日本烤肉里的1线级别。吃完饭回到民宿里面躺着，感受京都夏天晚上的风，抓住夏天的尾巴，秋天也要好好吃饭哈。常说早起的虫儿有鸟吃啊，今天我也算是在日本开了眼界。昨天晚上通宵打 Netflix 上大师，然后现在来吃早饭，总算知道了什么叫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日本的米其林2星我们已经看过了，那早饭还能有什么花样啊？你问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还是要试一试吧。9点来吃早饭还是有点早，今天的饭友都是一些爷爷奶奶。坐下以后啊，先给了一杯番茄汁，然后会问我们要冰焙茶还是冰抹茶，非常讲究。热知识，日本餐厅1年4季只提供冰水。不愧是日本最高规格的早饭。我们甚至还有个前菜，是一道白白嫩嫩的柚子豆腐，挖下去基本没什么阻力。这种鲜豆腐发酵的味道，搭配一点粗盐和青柠皮的碎，就是清新又开胃。我从又单压了。然后这个是正餐的第一部分，全是一口菜，最小的可以吃2口。先从天妇罗开始吧，它是炸龙虾尾，奢侈，它炸的来特别的有嚼劲，有点像大明炖蟹的肉，很暄。米饭可以无限加，也可以选白米还是玄米。全麦的米口感特别的饱满，它这个天妇罗面衣真的很薄，鱿鱼就是外脆里弹，咬起来嘎吱嘎吱的。它为了让这个茄子更加的吸水，它把那个表皮改刀改的才细。就是你们有没有吃过那个鱼香茄龙？它这个茄子的改刀比那个还夸张，看着非常的清淡，但是私底下汤却很浓啊！什么比喻啊？是一种特别浓郁的油香，特别的吸汁。它下面那个汤汁是油油的，但是它带一点点生姜味的。你们也知道鲷鱼本身吃起来就很鲜美，它是芝麻配的鲷鱼刺身，芝麻酱又自带一种坚果的脂肪香气，有点像东北肉冻的感觉。这个菜里面的海藻吃起来特别的滑。现在在家里喝粥，妈妈会拌的小凉菜，这个就很像清炒上海青的味道，接了一点鱼肉的香味，炒了个素菜。这个是在日本早餐里经常可以看到的牛肉酱，吃起来其实就是卤牛肉的味道，甜口的香料和卤水味。接下来是第2个部分，先给我们看了一下玉子烧，这个也是日本早餐的标配之一，它真的很像动漫里出现的那种很诱人的状态。据说什么奥久慈的有机鸡蛋，别的不说，一入口那个奶甜奶甜的味道就侵占了口腔，绵密的鸡蛋嚼起来特别有层次感。早上吃那个鸡蛋水真的很美味，这一路吃下来真的是吃开胃了，已经开始问大酱要第2碗米饭了。他家的米饭会给你配很多种吃法，真的很可爱，就是这么小个蛋黄，他拿这么大一个碗给我装。它这个很像小时候玩的那种厨房玩具，鲷鱼拌着蛋黄和米饭，金黄金黄的真好看，有一种寿喜烧的那个感觉，但它配的是鲷鱼。一口下去，粘稠的蛋液混合着略带油脂的鱼肉，包裹着米饭滑进你的喉咙。早上的味觉真的很敏感，它那个料汁巨香，炸肉丸，但它里面配的是紫苏叶，它的里面有点像便利店的炭烧鸡脆骨，加上淡淡孜然香的紫苏叶，配饭真的刚刚好。而且这个蛋黄饭真的可以让每个菜都升华。我觉得他们家的精髓就在于每一个不同的菜都要配一口这个蛋黄饭。科普一下，为什么日本人1年4季都离不开味增汤？主要是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氨基酸和食物纤维。不是怎么感觉要带货了？没有哈。他们家这个味增汤烤肉味特别重，其实一进他们家就能闻到那个烤鲶鱼的味道，很像夏天的时候在乡下的外婆家用木枝烤小鱼的味道。日本的味道就是每年夏天吃这个鱼，比起刚才的烤鱼，这种白生鱼就会更嫩一点，有一点像浓丽鱼。白生鱼跟我们做的很好吃，早餐怀石就是好。吃完这些，我们甚至还有个甜品，柠檬果冻和葡萄。虽然今天这顿饭没有什么特别惊艳的硬菜，朴实无华，但是却又充满仪式感，有一种假装有钱人开启一天的感觉。垃圾推荐指数9分，卡面。